受惠的都是美國。冷戰是對抗思維，全球化是合作思維，新冷戰又是对抗思維。对抗思維的底層思考邏輯是依照意識形態來劃分壁壘，在壁壘當中索討利益，都是利益，只是全球化的利益是建基於合作，共同創造利益之上。冷戰是透過壁壘劃分來分割彼此的利益範圍，然後在彼此利益範圍裡面創造利益的集中。一樣受惠的都是美國。川普主義，吃相難看没關係，只要利益有照顧到就好。打不贏的就握手聯合，不用打的就會聽話的吃乾抹淨。我們其實應該給他一個新的名詞：川普主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首先呢，大家了解到，在1991年呢，蘇聯瓦解、蘇聯解體之前呢，我們把它稱之為冷戰。冷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哦，就是進入一個高速度的全球化時期。在美國的這個主流的論述裡面，叫做世界終結了，世界呢依照民主制度得到了幸福快樂的日子，美國勝利了。這個叫做什麼？這叫世界終結論。當中最有名的學者叫做法蘭西斯·福山（福庫亞馬）。好，這個人的名字大家要反覆記得。他這位老先生现在還活着，非常活躍哦。一直到2018年的時候，2018年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開始所謂的貿易戰。3個時間節點哦。第一個時間節點呢，在1991年的時候是冷戰結束，所以我們叫它叫蘇聯解體。蘇聯一定要解體哦，所以它散成了這個10幾個加盟國嘛。2018年發生什麼事？這個美洲貿易戰。這2個時間點先搞清楚，那我們就會比較好來討論這個問題哦。蘇聯解體之前我們叫什麼時代呢？冷戰。從蘇聯解體之後到2018年呢，我們可以稱它美國的一超多強的時代。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嘛，它一個人主導了全世界的秩序。這個時期發生幾個事情，比如說包括兩岸一起進入到世界貿易組織，叫做中國入世。那中國入世這件事情，就是把整個中國的生產的體系全部就拉到了整個全球化的運作裡面。所以這個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全球化時代，這是主導的是全球化。冷戰時期主導的是什麼？是壁壘，是對抗，意識形態的对抗。從1991年到2018年呢，主要的是什麼？是全球化的時代。從2018年到2025年呢，出現了川普開始發動全球貿易戰，他無差別傷害，但是反而跟中國握手言和。所以這就有意思啦。中美休戰，然後呢，現在還沒發生啊，但是呢，對烏克蘭提了烏克蘭28條，我覺得這會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雖然最後有沒有簽成是一回事，但是它確實是一個很標誌性的事情。從這個到這個中間呢，從全球化到什麼？這中間是什麼？這個我們一般會把它稱之為新冷戰，但是我不覺得它是一個全然的一個壁壘，它比較像一種思潮，它有一點冷戰的特質，但是呢，又不是冷戰。2015年之後出現一個新的一個時代，所以我們講到這裡把事情給做一點背景上的鋪陳。這裡面呢，冷戰是對抗思維，全球化是合作思維，新冷戰又是對抗思維。對抗思維的底層思考邏輯是什麼？依照意識形態來劃分壁壘，在壁壘當中索討利益，都是利益，只是全球化的利益是建基於合作，共同創造利益之上。冷戰是透過壁壘劃分來分割彼此的利益範圍，然後在彼此利益範圍裡面創造利益的集中。一樣受惠的都是美國，差別在於冷戰的時候一個強大的蘇聯，所以呢劃分之後呢，蘇聯能夠吃的地方讓蘇聯去吃，蘇聯不能吃的地方我來吃，所以世界各國都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在做安全維護。美國也在全世界上建了非常多的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各種基地。那如果自己的基地不夠，就跟英國來租來借，因為英國就全世界最多的基地之一哦。所以對抗合作，但是受惠最大的都是美國。但到了2018年的时候，美國發生什麼一個狀態呢？他發現繼續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好像不是我咯，所以呢，他把全球化給叫停了。中國在全球化吸取了大量的資源，沒錯，美國主導，還是美國主導。所以中國在1991年到2018年這個全球化的過程當中變大了，因為它得到了最大的量能跟資源。所以中國大陸在這裡的快速崛起，讓2018年開始，川普叫停了全球化，他想要逆全球化。中美合作是全球化當中非常重要、非常 strong 的一個我們稱之為鏈結，這個圈要把它斬斷。所以呢，當時有一個非常流行的字眼叫什麼？叫做脫鈎。所以呢，到了2018年之後呢，我們說這個新冷戰，其實新冷戰它沒有辦法真正體現它，因為它不是真正的冷戰，所以沒有壁壘，你知道嗎？因為中國大陸在意識形態上並沒有辦法跟美國完全對立。如果你去過大陸就知道嘛，政治上確實是相對政府施行的是社會主義，然後呢，獲利最大的是歐洲，但成長最明顯的是中國。歐洲基期高啊，歐洲在
全球體系分工裡面，就比例來說，比如說丹麥靠樂高賺得盆滿缽滿，因為它國家很小，1000萬人而已。反正在全球分工裡面呢，以美國為秩序的核心，所以有所謂的中央邊陲論嘛。中央是什麼？中央是美國。但是美國呢，為了避免這個體系啊看起來太像一個壓迫者金字塔體系啊，所以呢，把日本、把歐洲給合在一起，稱為已開發國家，稱為核心國家。然後呢，幫他們打下手，但是呢，相對來說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叫做半邊陲國家，或好聽一點叫做半核心半邊陲國家。然後再往外推層叫做邊陲國家。相對應的話呢，核心國家叫做已開發國家，叫 develop 已開發嘛，現在完成式。然後呢，開發中國家 developing 開發中，發展中，翻譯應該叫做已發展发展中。然後還有什麼未開發國家、未發展國家。後來呢，想了一個比較好聽的名詞叫做低度發展國家、低度開發國家。所以這個就形成了一種好像就這個理論來講很正確啊。然後他告訴你一件事情，在全球化的系統當中，只要你足夠的努力，你是可以移動的，你可以從低度開发進步到開發中到已開發，這3個這個過程。所以呢，它其實所結合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裡面的進化論，就是你已進化、進化中、未進化。所以這裡是一個對應，它其實背後就是有很強的一種暗示性，它就在暗示你這個體系的合理性。我們長期認為對就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們要了解到冷戰到全球化到新冷戰，其實關鍵就是一個美國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全球的系統當中繼續的維持它的利益最大化。所以體系是一樣的，冷戰當中中國還是中國啊，全球化的時候中國還是中國啊，可是中國做了很多調整嘛。中國全面的改革開放什麼時候？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就是這麼有意思，很多事情是可以對得上的。蘇聯解體，中國大陸的調整就是那我全球化。所以在政治上，中國大陸依然維持的民主集中制，共產黨一黨專政，集體領導，政黨用集體參政給予建議，人民呢有限度的選舉人民大會，然後逐級授權，他繼續維持他原本既有的體系。但是在這個既有的體系裡面，他去做了一個經濟的完全市場化的改革。初期的市場化到了現代，其實是走了非常非常遠的路。為什麼體會那麼深呢？因為今年我去了大陸那麼多趟，我已經去了8個城市了。在這8個城市裡面，我看到的就是在沿海城市跟內陸城市跟不同西北地方、西南地方，它的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有個事情是，越靠沿海開放越早，它的市場化做得越好，而且比台灣還要做得更好。但是到了內陸的時候，它的這個分布不平均性就很明顯出現。所以我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它就不是意識形態的對壘啊。如果你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說，大陸是非常非常市場化的，尤其自媒體市場化的非常深刻。好，在這內部邏輯理解之後，大家就可以知道說，其實這一個系列過來，蘇聯解體之後變全球化，全球化之後所謂的新冷戰不是意識形態的對壘，但是他用意識形態來包裝，所以就有一些蠢蛋就會上當。當時包含什麼？包含2019年的反送中，包含2020年的817萬。為什麼大家突然如夢初醒？那個韓國瑜還是那個韓國瑜，怎麼19年他看起來那麼像草包啊？他看起來要賣國啊？他看起來要把台灣給賣了？怎麼突然在2024年之後，到了2025年，他變成一個和藹可親的立法院長，是一個很民主的、很開放的院長？為什麼？就是意識形態的包裝嘛。澤倫斯基在2023、2022年的時候是世界民主鬥士，是人類社會的救星啊，民主自由的戰神啊，男神啊，走到就是所有人萬人空巷，萬人歡迎。為什麼到現在突然之間不香了？澤倫斯基在加拿大的時候犯過一個很嚴重的錯，當時還是杜魯道執政的時候，他找了一個烏克蘭裔的二戰老兵到加拿大國會接受大家歡迎，說二戰的時候他對抗極權，對抗侵略者。結果呢，這個二戰老兵一攤開，納粹分子逃到加拿大的，把當時加拿大的議長都給搞下台了。所以我們常常在聊這事情的時候，我們要了解到它的內核是什麼。2025年2個事件，我認為標誌着新冷戰思潮的徹底瓦解跟結束，就是由川普發起的美洲貿易戰，結果拜登時期把他的意識形態疊得更高，所以拜登沒有更改任何川普的貿易戰措施，還加強加大。結果到了2025年，川普在一番花季炫技之後，突然來一個中美休戰。這距離川普在2月上台到現在啊，也才9個月啊，中美已經休戰了。然後呢，烏克蘭人見狗嫌，28條
GG，叫你直接怎樣，直接賣烏克蘭，是這樣玩的哦。可是，在這個全球化的系統裡面，中國大陸的崛起讓美國非常詫異，因為同樣的系統，冷戰時代雖然是一種對壘，但是呢，在西方的陣營裡面，其實它也是一種全球化。大家聽得懂嗎？大家只是沒有辦法全球，因為全球有大量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它沒辦法全球，所以它應該可以說是什麼叫做半全球化，或者叫什麼半個地球的全球化。在原本所謂的東西陣營，東邊陣營就是紅色陣營、共產陣營，西邊陣營就是資本主義陣營。資本主義陣營裡面，它也是一種全球化。那在這裡面，它其實也是一種合理化那個話語體系的過程。只是當蘇聯垮台，所謂東方陣營解體之後，它把這整個往前擴展。所以在冷戰時期的時候，美國其實也遇過一個巨大的挑戰，那個挑戰叫做日本。日本人在1980年代一度達到了接近它的巔峰時刻，眼看着以成長率衝上去來說，很可能會挑戰到美國的經濟霸主的一個位置。所以後來就出現了廣場協議嘛，還有半導體協議嘛，直接把日本的未來跟日本的現在給徹底扼殺之後，日本就進入長期的泡沫時期。所以美國並不是沒有遇過在他所主導的體系下面的一個挑戰者，美國只是對蘇聯進行堅壁清野，進行陣營對抗，但是對於他的小老弟們，他進行的還是那一套，其實就是一種門戶開放政策，只是他是在他的陣營裡面的門戶開放政策。這招門戶開放政策19世紀末美國就在幹了啊，不是嗎？所以這叫歷史的貫穿性。然後再往前推進，就是到了1991年之後，蘇聯垮台，然後就進入這個全球化時代。所以這剛才講過，我們就把它串起來。那我要講的重點是這一塊，中美貿易戰、新冷戰思潮，他用了一個借用冷戰的靈魂來做這個新冷戰的思潮。在新冷戰思潮裡面，對抗跟意識形態是裡面的核心問題。就我們回到剛才一開始在講，中國老早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時候，就進行了再改革開放。第一次其實是1978年之後，第二次再改革開放，這一次徹底的打破了保守勢力的智庫，全面性的開始大幅度調整，先富帶動後富，沿海帶動內陸，整個體制就開始改变，大量的合資公司，大量的外資湧入，當時台商就是在這裡面站起來了嘛。然後再往前呢，在這樣的一個時間段裡面，僅花了不到30年的時間啊，1992年到2018年啊，僅花了26年的時間，沒想到中國全面性的成長，而這個成長當中經歷過幾輪的挫折，比如說2000年初一度要準備對付中國，結果呢911事變，2008年準備要對付中國，結果次貸風暴，每一次美國騰出手準備打壓中國，就爆發一個大系統危機，結果2008年中國還配合美國啊，跟你玩通膨啊，大家一起做這個保證的，幫忙保證擔保美元啊的印發，那個就是有一個世紀名詞，不是叫 QE， 量化寬鬆政策，所以看起來中國好像又沒那麼有害，買了大量的美債啊，對吧？那在这樣的這個情況之下呢，又延遲了10年啊，這10年中國呢又有長足的發展，它的產業從傳統產業一腳跨進了科技產業，這下美國是真的繃不住了，真的意義上的繃不住，哇，再這樣下去還得了？而且呢，中國大陸開始從10年之後到18年之間這8年哦，開始堆積大量的中產階級，開始往內陸開發，從原本的沿海城市呢往內陸，所以所謂的新一線開發，還有各種新興的產業的勃發。原本以為中國只是大號的日本好對付，就幾次打下來沒死，所以到了18年，川普才會斷然發動中美貿易戰，這就是新冷戰的由來。進入新冷戰，中國一開始是用世界貿易的一個概念，用全球化的概念在應对這件事，結果不管怎麼讓、怎麼妥協都沒有用，說翻臉就翻臉，繼續制裁、繼續打。所以在18年之後的3年期間，18、19、20這3年是中國最難熬的時候，緊接着疫情就爆發，疫情爆發，全球貿易戰相對次要，大家在抗疫嘛，這個抗疫呢，反而又讓中國撿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所以你看那個高潮在19年、20年的時候，全球為中，天下為中之勢嘛，非常非常的明顯。16年就有南海對峙，沒有錯，但是16到18還是有一個逐步升溫的過程啊，因為川普第二任是16上來的。21年為什麼是個關鍵一年？因為很明顯從20到21到22這疫情3年哦，最關鍵的是什麼？工業化的底子展現出無與倫比的韌性，所以新冷戰打了老半天哦，不但沒把中國給打死啊，反而呢，在這3年期間呢，中國又再一次進化，所以就到了什麼？時間很快，川普下，拜登上，拜登再下，川普又上，來到了2025年這個關鍵節點。
4月川普又做不做？2個月。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呢，川普主義是一種新保守主義的變體，再加新門羅主義。但是在我來看呢，其實都是一種經典保守主義，而不是新保守主義。其實川普效法的對象更多的是老羅斯福 Teddy Bear， 這我跟一般國際關係的看法是比較不一樣，因為很多人認為他是實行雷根的新保守主義嘛。川普 1.0 是新保守主義沒有錯，新保守主義主打的是什麼？就是意識形態的對壘，捍衛傳統價值的同時呢，透過這種捍衛傳統價值的方式來建構他的世界秩序的體制跟邏輯。為了要捍衛這個傳統價值，不惜使用大棒，所以雷根很凶啊，這叫新保守主義。但我不認為這是新保守主義，它比較像是老羅斯福的那一套，再加上一點點門羅主義的味道。但這個門羅主義不限於美洲，它主要限於他自己的勢力範圍，因為門羅主義只管美洲嘛，所以你可以把它稱為新門羅主義，就是說我既有的勢力範圍我要維護。再加上老羅斯福，老羅斯福叫什麼？老羅斯福叫做巨棒外交。什麼是巨棒外交呢？不聽話就揍嘛，不聽話就打嘛。其實不管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那個這很複雜，因為美國的這種思潮它都是用社會學邏輯去歸結啊。你說它是新保守主義或舊保守主義，其實都不準確，因為它不像雷根。第一任川普非常推崇雷根，但第二任的川普推崇的是麥金利總統，而麥金利政策的繼承者就是老羅斯福，所以你也可以說他是麥金利或麥金萊主義。所以這是有一個實質上的猜測，很複雜，我們不要進入那一個邏輯裡面。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到了這裡它的核心邏輯是什麼？吃相難看沒關係，只要利益有照顧到就好。打不贏的就握手聯合，不用打的就會聽話的吃乾抹淨。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其實應該給他一個新的名詞，其實就是川普主義啦。這個才是真正的川普，而且有很多美國人支持。為什麼？因為川普主義所呈現出來的是，他對內呈現出保守主義的內核，所以他的選民呢有一種凝結的中心，他們把它重新再包裝，叫做 common sense， 就是常識，用常識包裝保守主義，讓保守主義看起來沒有那麼舊，因為他所對抗的是包含新自由主義、包含進步價值，所以他把它給重新再包裝。所以对內他看起來是在拯救美國老百姓，所以他沒有道德憐憫性。我今天對於委內瑞拉的毒蟲說炸就炸，拿飛彈也炸，一顆200萬、300萬的飛彈就給他扔出去，嘣，炸死4個5個毒蟲，是不是毒蟲還不知道，開着快艇走私就是毒蟲嘛？可以這樣幹嗎？可是他告訴他的選民，他是在救贖美國啊，所以對內的包裝是保守主義的內核，所以他看起來很多不夠歷史透徹的人就會說啊，他就是學着雷根的新保守主義嘛，他只是變體嘛，但是是錯誤的理解，那只是有那個內核的樣子，就是拿來騙自己的選民。對外就是老羅斯福從麥金利開始的那一套。為什麼從麥金利到老羅斯福有這樣變化？因為當時美國從個農業國家正式的完全升級成世界最大工業生產國，就在麥金萊總統到老羅斯福那段時間，所以他的巨棒變得非常的硬，很硬的棒子，他就可以到處敲人家。但是呢，当时美国又没有强大到可以敲全世界，因为那时候世界上有几個國家都很猛，英國老牌日不落帝國依然非常的強大，德國全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家，跟美國的工業產值雙雙超越英國，並列世界工業2大巨頭。在亞洲快速發展的日本雄踞東亞，所以這個樣態其實跟今天是有一點類似的啊，只是那個曾經強大的對手從英國、德國、日本變成了中國嘛，所以從這裡面你去理解之後，你就會可以知道今天我們在談中日首腦通話的時候，如果你沒有去讀通這個歷史啊，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麼。川普是很愛讀歷史書的人，他為什麼出口就說麥金利總統？他把原本的美國第一高峰叫麥金萊山，一度被改成紀念原住民的名字，他又把它改回來了。所以我們看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行為，他都可以對內解釋，在對美國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中美休戰，讓美國人過好日子啊。烏克蘭28條對烏克蘭極其殘忍，我就說了嘛，除了把地皮上的黑土刮下來榨油之外，而且他可能幹全幹。但對美國人來說，這是救贖美國的國庫啊！烏克蘭人拿了這麼多免費的東西，可以這樣子嗎？哦，所以我說這叫川普主義。那這4個變化，接下來就引領這個世界上變化。川普裡面腦袋瓜裡面所裝的東西就是這一套。他認為麥金利時期、老羅斯福時期 Teddy Bear， 美國這麼的強大，非常全世界四海走，而且那個時候美國就在世界推展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所以這個就是整套的邏輯。你把這個歷史給整個串通之後，你就會理解到其實是怎樣，其實就是在這裡的時候，美國收割全世界；到這裡的時候，他嘗試把中國給摁下去，但失敗。所以呢，美國人永遠有 Plan B 啊。同一個川普可以玩出2套把戲。川普 1.0 真玩的是新保守主義，川普 2.0 玩的是川普主義，就傳統經典保守主義的內核，詐騙國內老百姓作為精神凝聚，套一句新的皮叫做
做 common sense 常識，然後對外執行巨棒外交，對到強國叫敵不動我不動，盡量來合作。所以這是一個整個內核，但是最大差別是什麼？當年的美國是國勢蒸蒸日上，而現在的美國國勢不要說日漸衰退，至少成長有限。所以你有發現收割用意識形態壁壘，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壁壘收割壁壘內的自己人，壁壘垮了，全世界通，全世界收割，收割到極致，哇，收割不了，想辦法弄死那個在體系中長很大，親手摧毀自己體系，摧毀不了，休戰，然後呢，對自己的盟友開始巨棒外交。OK， 所以這整套邏輯貫穿下來，接下來要死誰？照這個邏輯，是中國會被美國幹死，還是美國的盟友會被美國敲死？